由漫威之父斯坦李监制的《月光骑士》终于来了。该剧被称为漫威史上最暗黑、最残酷的剧集。史蒂文是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士兵，因为患有严重的人格分裂症，他并没有享受退役应有的待遇，反而成为了博物馆的礼品售货员，负责整理古埃及神话故事中的圣物。但因为其不弱于死士的话痨属性，经常遭受上司的打压嘲讽。软弱的史蒂文唯一发泄的渠道就是向博物馆中的雕像诉苦。长期的压抑情绪导致他饱受睡眠障碍困扰，所以每次睡觉他都会在门口贴上封条，然后把脚锁在床尾，依靠旋转魔方入睡。就在他扔掉魔方结束训练时，整个人突然掉进一处山谷，脑袋中还传出诡异的声音。Go back to sleep, worm. Hello? 可他四处搜寻了一番，并没有发现任何人。口袋中还出现一个黄金打造的古物。就在史蒂文不知所措时，城堡上的杀手突然对他开枪射击，史蒂文只能根据脑海中声音的指引四处逃窜。没一会就闯进了一座诡异的小镇。他想假装路人逃过杀手的追捕，没想到他们这里正在举行一场忏悔仪式。如果神父胳膊上的天平保持平衡，就表示这个人心地善良，作为回报他就能实现一个愿望；反之则会失去所有寿命，用来献祭他们信仰的神灵。看着老太太毫无预兆地倒在地上，史蒂文害怕地想要逃跑，不料那几名杀手已经追了上来，还向主持仪式的神父汇报了圣甲虫被抢劫的消息。于是神父用本地语言发号施令，小镇居民都毫不犹豫地下跪祈祷。史蒂文刚想跟着照做，就被神父揪了出来。Mercenary. I work at a gift shop. My name's Stephen Grant. 神父可不在乎他的解释，让他把抢劫的圣甲虫交出来。史蒂文这才意识到有人利用他的身体抢劫了小镇的圣物，当下就要把圣甲虫交给神父。可他脑子的声音却让他离开这里。为了不招惹麻烦，史蒂文还是打算把圣甲虫交给神父，但他的身体好像不受自己控制。That's so strange. Sorry, but I will not ask again. I didn't do that on purpose. Don't know what's happening. There we go. Just take it. Oh, God. Am I trying to save my life? Take it! I can't. 感觉受到戏耍的神父立马命令手下抓住史蒂文，从他手中抢走了黄金打造的圣甲虫。圣物脱手的史蒂文突然陷入昏迷，等他再次醒来时，身边躺满了尸体。The idiot's back. 神父正带着居民气势汹汹地追杀他，惊慌失措的史蒂文抢了一辆货车就准备逃跑，奈何货车的速度太慢，很快就被身后的杀手追上。一群人在五连发家湾来了场速度与激情，看着身后紧追不舍的杀手，史蒂文刚准备向脑海中的声音求救，不料一辆大卡车迎面驶来。史蒂文虽然在声音的帮助下逃过一劫，但身后的杀手就没那么好运了。卡车上的木头从山顶滚落，轻而易举干掉了负责堵截的杀手。两名杀手正准备解决史蒂文，不料被山上掉落的树木击飞。惊慌失措的史蒂文从床上惊醒，他以为这一切都是一场梦，但当他看到鱼缸里的金鱼，立马不淡定了。昨天他买回来的时候只有一只鱼鳍，可如今却变成了两个。没有什么生物能长得这么快，可老板娘却说她昨天没有来过，而且2天的时间足够金鱼长出鱼鳍。史蒂文很不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他明明刚醒，怎么就过去了2天？而且店里的时钟刚好指向5点，这是他和女神约会的时间。史蒂文立马赶去咖啡厅定做，可他等了很久都没有看到女神出现，只能忐忑地给女神打去电话。Punchy, calling me now. What do you mean? I'm at the restaurant. I ate steak by myself, thanks. 2 days ago. 史蒂文这才意识到自己经历的追杀不是梦境，他慌忙跑回家搜寻线索，果然在墙壁里发现了一部手机。他根据通话记录打了过去，没想到里面的人竟然叫他马克，还说他声音怎么发生了变化。就在史蒂文准备解释时，房间内突然有人叫他的名字，可史蒂文搜寻了一圈也没有发现任何人影，镜子里的倒影让他不要找了，我就在你的身体里。惊慌失措的史蒂文急忙跑进电梯，想要摆脱神秘怪物的控制，没想到电梯刚降落到一半就自动打开，一个手持镰刀的巨型怪物向他走来。就在史蒂文以为命丧于此时，他竟然来到了公交车上，怪物正神出鬼没地盯着他。史蒂文急忙向博物馆的保安求助，让他拦住任何可疑的人，可博物馆是不收取门票的，他无权阻止任何人的进入。被逼无奈的史蒂文只能悄悄溜进博物馆，不料却被神父堵个正着。原来他根据史蒂文提供的地址找了过来，神父希望他交出小镇的圣甲虫，可自从史蒂文苏醒以后，他也不知道圣甲虫被藏在哪里。为了验证史蒂文话语的真实性，神父利用神力给他做了一次测试，发现他脑中的声音越来越疯癫，无论史蒂文如何取悦他，他都会不停地吞噬身体，直到你变成一具尸体。被吓到的史蒂文急忙跑出博物馆大厅，不料却在回家途中遭遇了怪物的袭击。史蒂文拼尽全力的反击，依然不能摆脱怪物的追捕。他逃到洗手间寻找对策，不料镜子中的自己竟然开口说话了。You need to give me control. You understand? What control of what?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That thing's about to break through the door. We're out of time. 为了保住这条不值钱的小命，史蒂文最终选择了妥协。一股巨大能量突然涌进他的身体，怪物想要趁势攻击，却被变身成月光骑士的史蒂文狠狠蹂躏。而我们的暗黑主角也正式登场。
苦等1周的月光骑士终于来了。史蒂文变身月光骑士干掉怪物后，再次从床上醒来，身上也没有任何伤口。他以为这一切都是一场噩梦。就在他兴高采烈地跑去博物馆上班时，却看到同事正在封锁现场。博物馆好像发生过激烈的搏斗，他正准备调取监控查清真相。急于求证的史蒂文跟着同事来到了监控室，还警告他接下来看到的内容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就像51区和碟中谍6一样，无论看到什么情景都不要大呼小叫。接着同事就在监控中看到史蒂文东躲西藏，像个重度精神病患者一样。同事认为是他破坏的博物馆厕所。史蒂文慌忙解释，有一条大号猎犬在追杀他，所以才在博物馆里东躲西藏。可监控画面里并没有史蒂文描述的猎犬。为了自证清白，他让同事调出他走出博物馆的画面。只见满脸凶相的史蒂文目不转睛地盯着监控，这显然就是藏在他体内的月光骑士。但人力部门的领导并不相信他的解释，认为史蒂文不仅破坏了博物馆的公物，还患有严重的人格分裂疾病，直接把他扫地出门了。为了搞清楚事情的真相，史蒂文拿着在壁龛里发现的钥匙来到了库房。看守库房的小哥一眼就认出了他的另一重身份，带着他来到了43号库房。库房里面有一个简易的行军床和黑色背包。史蒂文小心翼翼地打开背包，发现里面不仅有大把钞票，还有马克的护照和从神父那里偷来的甲壳虫。史蒂文这才意识到这几天经历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就在史蒂文研究圣物甲壳虫的功能时，镜子里的人又开口说话了。Tell me what it is you are. I serve Khonshu. I'm his avatar. We protect the vulnerable and deliver Khonshu's justice to those who hurt them. 史蒂文当然不相信他扯淡的鬼话，他不想让马克控制他的身体，想要把所有赃物送到警局，以此来洗刷自己受到的冤屈，哪怕自己被送到精神病院，他也不愿意卷入马克的纷争。就在史蒂文准备卷钱跑路时，马克化身成镰刀杀手对他展开了追杀。尽管史蒂文拼命逃跑，还是挣脱不了马克的阻拦。面对马克的威胁，史蒂文没有屈服，带着背包跑出了仓库，不料却在门口撞上了摩托车，而这个人正是马克的妻子莱拉。史蒂文认为莱拉可以帮他摆脱眼前的困境，便坐着他的摩托车回到了住所。他希望拿出背包的东西自证清白，可马克的声音却在史蒂文脑海响起，一旦让莱拉看到圣甲虫，就会把他卷入危险中，甚至害了他的性命。生性善良的史蒂文当然不会为了自己牺牲无辜者，立马停下了手里的动作。可莱拉却认为他有点反常，直接打开背包拿出了圣甲虫。就在两人争吵时，2名警察敲开了史蒂文的房门，他们从背包里发现了马克的护照，以伪造护照盗窃罪把史蒂文带回了小镇。当神父出现在他面前，史蒂文才意识到自己中了圈套。马克想掌控史蒂文的身体，可神父却不停地离间两人。 Khonshu chose you as his avatar because your mind would be so easy to break, or because it was broken already? Not broken. Just need some help, maybe. That's right. That's why I'm here. 在神父的花言巧语下，史蒂文选择了妥协。就在两人四处参观小镇时，真正的危险也开始降临。这绝对是漫威史上最强悍的超级英雄，不仅拥有毒液的融合技巧，还附带了蜘蛛侠的战衣铠甲。月光骑士想让史蒂文杀掉神父，没想到神父竟然猜出了他的意图。原来神父曾经就是月光骑士的化身，他每次都是弱者受伤害才开始复仇，这完全违背了神父所信仰的正义。所以他叛变月光骑士投身到阿米特门下，因为阿米特可以在罪行犯下之前就做出审判，从根源上杜绝了罪恶的发生。这也是神父想要打造的世外桃源，只不过现在还差复活阿米特的关键步骤。而圣物甲壳虫就是寻找阿米特墓穴的轮盘，可圣甲虫已经被莱拉拿走，而且他认为神父杜绝犯罪的方法很不可取。 If Amit judges people pre-evil, like before the fact, then isn't she judging an innocent person? I mean, a thought can't be evil, can it? I think about killing my boss all the time, but I wouldn't actually do it. 面对史蒂文的拒绝，神父彻底爆发，拿出阿米特送给他的权杖，就准备杀掉两人。看着不断陷落的地面，莱拉希望史蒂文召唤出马克的战俘作战。马克也不断的想要控制他的身体，在三方势力的逼迫下，马克的精神近乎崩溃。而神父召唤出来的胡狼也冲破房门，直接把史蒂文撞出窗外。 Ceremonial armor from Khonshu's temple, not Psycho Colonel Sanders. Well, I don't know how any of this shit works, man. I do look sharp, though. All right, where is the scale? What's this? What is that pose for? 就在两人聊天时，史蒂文突然被一股神秘力量击倒在地，在莱拉的视线里根本看不到胡狼，只以为是精神病患者在空气中乱舞。好在最后一刻，史蒂文一拳干倒了胡狼。 Wagwan! I did it! You got planted! Layla! Did you see that? 就在史蒂文向莱拉炫耀战绩时，
胡狼趁机偷袭，把他甩到了公交车上，两人在马路上展开了肉搏，不料却被路人撞飞在地。苏醒过后的史蒂文再次听到了马克的声音，如果再不让他出手，就会牵连更多无辜的人。生性善良的史蒂文最终选择了妥协，月光骑士也完成了最终形态的变身。他飞速奔跑，把胡狼引到房顶，然后趁胡狼不备抓住了他的身体。伴随着胡狼化为灰烬，史蒂文也收起了月光骑士的武器，重新变成了普通人史蒂文。而圣甲虫却在打斗中丢失，被寄予他的神父收入囊中。面对这种变故，马克希望一直掌控他的身体，直到找到阿米特的墓穴。You can't do this. Keeping me trapped in here, you have no right. My whole life, I can't go on a bloody date. I can barely keep a goldfish alive. I lost my job. It's been you. It's always been you. Eating away parts of my life like a parasite. Look, when I am done, when I have repaid my debt, I swear to you, you will never see me or hear from me again. I promise you. We wouldn't be alive if it weren't for conscience. Should we part, you may not like my next candidate. 面对月光骑士的劝说，史蒂文终于坚定了内心的信念，他决定成为月光骑士的化身，摧毁阿米特的墓穴，拯救那些被强者欺负的普通。月光骑士第3集强势来袭。虽然史蒂文和月神孔苏达成了协议，帮他一起寻找阿米特的墓穴，但神父在圣甲虫罗盘的带领下，已经先一步进入沙漠，锁定了墓穴的位置。就在他欣喜若狂地指挥挖掘队释放他信仰的正义之神时，史蒂文也找到了为神父组织挖掘队的小混混，想从他们口中得知神父的位置。但这些小混混很有职业道德，不仅守口如瓶，还打算和史蒂文比划比划。软弱的史蒂文只能召唤月神孔苏，仅仅一瞬间，小混混头领就被击倒在地。月神让史蒂文把幸存者带到悬崖边审问，他会因为恐惧说出真相。史蒂文乖乖听话照做，没想到小混混一边高呼赞美阿米特，毫不犹豫割断了束缚他的领带，直挺挺摔下了万丈悬崖。I thought it talked. 失去了寻找挖掘队的唯一线索，史蒂文建议月神召唤众神，阻止神父释放阿米特。To signal for an audience with the gods is to risk their wrath. What? Well, what's the worst that could happen? Anger them enough, and they'll imprison me in stone. That doesn't sound so bad to me. See how you fare against Harrow without the protection of my healing armor. All right, so what? I have a bad one. 随后月神大手一挥，原本明亮的白昼瞬间变成黑夜。史蒂文作为月神的代表被传送进了吉萨金字塔，这里是诸神召开会议和审判的地方。史蒂文希望众神的化身能阻止神父释放阿米特，可他们却认为月神已经被放逐过一次，如此操纵天空很可能把他们暴露出来，他们不介意再囚禁月神一次。 Spare me your self-righteous threats. I was banished for not abandoning humanity unlike the rest of you. We have not abandoned humanity. They abandoned us. We simply trust our avatars to carry out our purposes without calling undue attention to ourselves. We need the might of gods. Return from the opulence of the overboard before you lose this realm. 在月神的嘲讽下，众神选择了妥协。他们把神父传送进金字塔进行当面对质。面对曾经服侍过的主人月神，神父不仅没有丝毫惧意，反而说他被极度偏执蒙蔽了双眼，连寻找的化身都是精神分裂患者。这样的人怎么能维护世间的正义呢？在神父的毒蛇攻击下，月神挥起拳头就准备干掉他，不料被众神代表束缚住了身体。他们绝不容忍在如此神圣的地方出现暴力行为。众神法庭认为神父还没有犯下任何罪行，并不能阻止他的任何行为。说完便带着所有化身离开了吉萨金字塔。就在史蒂文暗自伤神时，音乐之神哈尔托的化身告诉他，阿米特被埋葬在一个秘密地方，甚至连众神都不知道位置在哪。但有一名叫森夫的守卫者知道，因为他的任务就是记录墓穴位置，以防众神某天改变心意大发慈悲。只要找到森夫的石棺，就能知道阿米特墓穴的位置。只不过他的石棺被盗墓者卖去了黑市，于是史蒂文在莱拉的带领下，顺利进入了当地最大的黑市。一座古老的石棺静静地伫立在防护网中。月神让史蒂文把木乃伊身上的裹尸布进行折叠，根据上面的星星寻找阿米特墓穴的位置。但黑老大的手下很快就发现了异常，持枪制止了他的行动。就在黑老大准备给史蒂文点教训时，神父拿着权杖走了进来。他不仅拿出圣甲虫交换木乃伊，还可以证明关于文物的传说都是真实的。原来黑老大本身就因为收藏古物被父亲当成神经病，他一直想找机会向父亲证明自己。只见神父举起权杖开始朗诵咒语，原本坚不可摧的石棺瞬间化成灰烬。此举彻底激怒了月神孔苏，他拿起弯月镰刀对黑老大的手下展开了屠杀。
黑老大还想杀掉莱拉，两败俱伤，却被马克的弯月镰刀击倒在地。逃出包围的两人开始拼凑木乃伊身上的碎片地图，可马克和莱拉根本看不懂这些文字。莱拉建议马克把身体归还给史蒂文，毕竟他在博物馆经常接触众神的古物。为了阻止神父释放阿米特，马克只能拿出镜子把身体归还给史蒂文。史蒂文认为这些星星就是现代人使用的导航，因为沙漠里并没有什么地标建筑，他们就利用太阳和星星导航。如果利用三角测量法，就可以把这些星座转换成坐标，找到守卫者森夫墓穴所在的位置。但这个标记是在2000年以前，星星的位置随着时间的流逝发生了改变。正所谓失之毫厘，差之千里，除非他们能准确知道那一天天空的样子。于是月神带领史蒂文施展时空倒流的禁忌法术，虽然他们成功锁定了当天的星星位置，但月神也因为触犯众神的法律被永久囚禁。看着被囚禁在雕像内的月神，神父也终于说出了内心的想法。苦等一周的月光骑士第4集强势来袭，月神孔苏因为施展时空倒流的禁忌法术，被众神化身永久囚禁在雕像之内。失去力量的史蒂文带着莱拉赶到阿米特的墓穴坐标，发现神父已经先一步带人闯了进去。他们通过遗留的吊索前进了墓穴，发现这里是一座巨大的迷宫，地面上还散落着6颗子弹，好像在尝试打开某种机关。精通埃及神话的史蒂文立马解开了其中的谜团，他在石台上把迷宫的大致线路画了出来，最后竟然组成了荷鲁斯之眼的符号，这是皇室庇护使者的符号，说明阿米特的最后一个化身是位法老。史蒂文认为荷鲁斯之眼就是整个墓穴的地图，因为荷鲁斯之眼又名心灵之眼，它代表了人类的6种感官，眉毛代表着思想，瞳孔代表着视觉，而中间的末端代表耳听八方的听觉，最后一条螺旋状的长线则代表了人类的味觉，而化身就是为阿米特发生的，所以棺椁的位置就在螺旋状的末端。解开谜团的两人立马根据地图寻找出口，没一会便发现了一座巨大的棺椁，只不过它的主人是亚历山大大帝，并没有发现有关阿米特的任何线索。马克建议史蒂文打开棺椁寻找，可胆小怕事的史蒂文担心里面设置了陷阱，迟迟都不肯动手。在马克的威逼利诱下，史蒂文依靠蛮力推开了棺椁，发现里面只有一具亚历山大的木乃伊，并没有在上面发现阿米特的雕像。马克认为他们把雕像分开埋葬了，目的就是预防后世的盗墓者。可史蒂文却看着木乃伊严密包裹的头部陷入了沉思。亚历山大是为阿米特发声的代表，也可能雕像就藏在他的嘴巴里。于是他暴力拆开包裹木乃伊的布条，果然从大帝嘴巴里取出了阿米特的雕像。就在史蒂文和莱拉分享胜利的喜悦时，神父也带着手下闯了进来。因为史蒂文已经失去了孔苏的法力，神父给了他2个选择，要么乖乖交出阿米特的雕像，要么留在这里和亚历山大永久作伴。软弱的史蒂文这次没有选择妥协，拿起斧子砍向了神父的手下。虽然他展现了守护正义的决心，但也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伴随着史蒂文的身体沉入深渊，他竟然在精神病院重新醒来。只不过现在掌控这具身体的是马克，他尝试和镜子中的史蒂文对话，但迟迟都没有收到回复。心急的马克想要触摸镜子中的史蒂文，没想到却被轮椅上的铰链绊倒。院长认为他属于无法分清现实和幻境，才导致双重人格的出现。马克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自己臆想的梦境，打倒看护逃出了治疗室。就在他躲避警卫的追捕时，房间内突然出现一具棺椁，并且不停地发出求救声。马克好奇地打开棺材，发现里面的人竟然是史蒂文。共用一具身体的2个人终于迎来了第一次见面。 What's the last thing that you remember? Harrow shot us. 这句话彻底印证了他不是精神病，一切都是神父搞出来的阴谋。就在2人蹑手蹑脚地准备逃出精神病院时，一个体型庞大的埃及怪物出现在门口。月光骑士第5集强势来袭，马克带着史蒂文准备逃出精神病院，不料在门口遇见了荷马女神，她是掌管阴间的使者，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带走2人的灵魂。马克当然不相信她的鬼话，推开门就打算离开，没想到身体竟然穿越到了另一个世界。一艘巨大的轮船正在沙漠中航行，准备带着他们前往天堂。但在这之前，他们要做一个测试。只见荷马女神把手伸进2人的胸膛，从里面掏出了2颗跳动的心脏，然后把它们放在审判天平上。如果心脏的重量和羽毛的重量一样，他们就会在旅程结束后前往天堂，反之则会被扔出船外。亡灵会将罪孽深重的人拖进地狱，永久封印在黄沙之中。马克看着深不见底的黄沙，决定主动出击干掉荷马女神。他不喜欢被人掌控自己的命运。就在2人商量行动计划时，荷马女神发现天平正在不停地上下跳动，这在神话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于是她拿起心脏仔细观察，发现马克2人的心脏都有残缺，只有让对方看清真相，才有可能让审判天平平衡。而这艘船载满了人生回忆，他建议马克揭开向史蒂文隐藏的秘密。马克不想秘密被
被史蒂文发现，极力主张干掉河马女神，夺下巨船的掌控权。可生性胆小的史蒂文只想上天堂，不想和有暴力倾向的马克再有交集。他推开其中一间房间，发现里面坐满了死尸，他们都是杀人掳掠的罪犯。月神孔苏要他们受到应有的制裁。身为化身的马克毫不留情杀掉了他们。伴随着马克的坦白，审判天平逐渐平稳下来。就在史蒂文准备向他讲述过往时，一个小男孩出现在了停尸房。史蒂文以为小男孩也是马克的刀下亡魂，连忙上前询问事情的真相。可马克却满脸恐惧。虽然他极力阻止史蒂文接触小男孩，但已经为时已晚。史蒂文跟着小男孩进入了另一片空间，他在这里看到了年轻的妈妈。马克正在陪弟弟作画，可史蒂文却不记得自己有个弟弟。为了搞清楚事情的真相，他跟着幼年的马克来到深山，发现两人竟然闯进了一座山洞探险，雨水正在不停地往里面倒灌。史蒂文想提醒幼年马克离开这里，可他们根本就听不到他的声音。最终弟弟因为溺水死在了山洞。妈妈认为马克是害死弟弟的罪魁祸首，把所有愤怒都发泄到他的身上。长期的压抑情绪让马克产生了精神分裂，为了逃避现实，他脑海中诞生了另一个自己。就在史蒂文准备继续探索马克的秘密时，马克突然从现实空间冲出，把他带到了一片荒凉的沙漠。只见地上躺满了尸体，这是马克身为雇佣兵突袭的一处陵墓。为了行动的隐秘性，他们杀光了所有目击者，不料最后却被长官背叛袭击。身负重伤的马克躲进陵墓，拿起枪对准下巴就准备自杀，不料被雕像散发的声音救了下来。What a waste. I am the god Khonshu. To bind your very being to me.And eradicate only the worst, those who deserve it. 雇佣兵马克举起枪准备结束自己的生命，不料却被月神孔苏拦了下来。只要马克愿意发誓保护夜行的旅人，惩治恶贯满盈的罪犯，月神不仅可以帮他突破敌人的包围，还能赐给他一件无坚不摧的铠甲。在生命面前，马克选择了妥协，他穿上铠甲成了月神孔苏的复仇铁拳。伴随着这段记忆展现在史蒂文面前，审判天平终于趋向了平衡。就在他们准备前往天堂时，无数紫色流星坠入人间，这是神父在人间创造的恐惧。马克想要返回人间阻止神父的行动，但河马女神却说 Even if I could send you back up there, you'd just be returning to a body with a bullet in it. You wouldn't be able to heal. Can you send word to Layla? Please help us free Khonshu. 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be with Khonshu again? Seems like you really want to get away from him. I did, but this is our only shot. It's the way it's gotta be. 看到勇于牺牲的两人，河马女神终于改变了主意。他拉起操纵杆调转船头，准备前往冥王欧西里斯守护的大门。这里是最接近人间的地方。马克询问打开大门的方法，但他们的审判天平一直都没有平衡。河马女神的旅程已经结束了，她也不能阻止无可避免的结果。阿杜特的亡灵们要带走马克的灵魂了。话音刚落，一只手就从黄沙中伸出，缓缓爬上正在行驶的巨船。这些亡灵都是死在马克手中的罪犯。正所谓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双方打得难解难分。因为亡灵的身体由黄沙组成，所以马克的攻击对他们根本造不成威胁。没一会便被亡灵击倒在地。看到即将被扔下巨船的马克，史蒂文终于找回了丢失的勇气，捡起棒球棍对亡灵发起了攻击。解决完亡灵的史蒂文刚想向马克炫耀战绩，没想到亡灵竟然从背后偷袭了马克，企图把他埋葬在黄沙之中。史蒂文急忙用身体撞开亡灵，虽然成功救下了马克，但他的身体也随着亡灵掉落在黄沙之中。马克想让河马女神停船，拉回掉进黄沙的史蒂文，没想到他的身体竟然和黄沙融为一体，没一会便化成了一座雕塑。伴随着史蒂文灵魂的消失，马克终于摆脱精神分裂，独立拥有了这具身体。而审判天平上的心脏也慢慢和羽毛持平，马克如愿进入了天堂，与神父的大战也慢慢拉开了序幕。月光骑士大结局终于来了，马克因为史蒂文的灵魂献祭来到了天堂，证实他已经死亡的神父命令手下把尸体拖出了深坑，开始用权杖的魔法蛊惑无知的民众跟随他释放阿米特的灵魂。不料却在路上遭到了军队的堵截，士官长想要查看他们的证件，心虚的神父立马释放魔法控制了所有士兵。尾随其后的莱拉掏出匕首刚准备进攻，就被倒在地上的士兵制止。原来是马克的灵魂附身到他身上，哈罗的实力太过强大，单凭普通的物理攻击根本无法对他造成伤害。马克希望莱拉能等到他复活，利用孔苏的力量在众神院打碎他的乌纱布提俑。可莱利根本不相信他的鬼话，坚持要独自消灭邪恶的神父。此时的神父已经来到阿米特的墓穴，施展召唤魔法，打算向民众揭露众神隐瞒的真相。感受到异常的诸神化身想要阻止，却为时已晚。阿米特终究在神父的召唤下获得重生。没想到他复活的第一件事就是审判神父。他察觉到神父的天平很不平衡，因为他有很多未做之事待完成。身为舔狗的神父惶恐地等待阿米特的审判，他希望死后还能继续释放。没想到阿米特却说他的死期被延迟了。他曾经的仆人天平完美平衡，
结果被他囚禁了整整2000年。显然，阿米特并不喜欢正义的化身，他喜欢邪恶的神父能帮他完成在人间的使命。作为回报，他会赐予神父灵魂的永生。意识到不对的莱拉偷走了囚禁孔苏的雕像，成功把他释放出来。他在这个世界感受不到马克的气息。如果想要战胜阿米特，他还需要一个化身。孔苏立马把主意打到莱拉头上，可莱拉却说马克是为了孔苏战死，而且他也不想被神灵奴役。毫无办法的孔苏只能传送到诸神召开会议的大厅，企图劝说阿米特杀掉背负罪孽的神父。You speak of balance, yet you choose him. Your avatar is a sinner. You're jealous of his loyalty. Loyalty at what cost? An empty world? For your disciples to inherit? Listen to him. He only wants to keep you bound. 神父的一番话成功改变了阿米特的立场，而此时的马克正与荷马女神欣赏眼前的美景。荷马女神认为他应该留在这里，这是他内心一直渴望的平静，没有危险，没有孤独，也没有勾心斗角。可马克却忘不了为他牺牲的史蒂文，他不能接受这种独善其身的结果，于是再次来到了沙漠之地，打算救出被石化的史蒂文。他说出了埋藏在内心的秘密，伴随着两人的接触，石化现象瞬间消失，真情流露的两人找回了完整的灵魂，而通向人间的大门瞬间打开。就在两人欣喜时，身后的沙浪席卷而来，马克和史蒂文搀扶着跑向出口，但两人的速度太慢，眼看就要被黄沙吞没。荷马女神驾驶着巨船帮他们挡下了最后一波攻击。成功复活的马克再次来到了遇到孔苏的山洞，听着孔苏让他成为化身的誓言，马克没有丝毫犹豫，化身成月光骑士，准备铲除被复活的阿米特，让世界恢复原本的秩序。马克找回完整的灵魂，成为月光骑士。他找到月神孔苏，询问对付阿米特的办法，可月神没有能力阻止阿米特，他需要化身马克的帮助。于是马克和月神谈起了条件，他们不仅救了月神孔苏的性命，还属于买一送一，因为他们是两个灵魂存在于一个身体。月神耐不住马克的苦苦纠缠，决定让他们重获自由。获得承诺的马克立马赶到开罗阻止神父，没想到神父已经拿起权杖操控民众，让他们信仰阿米特的审判之法。毫不知情的民众立马手牵着手，贡献着自己的信仰之力。伴随着信仰之力的不断涌入，阿米特的实力越发壮大。马克只能和月神兵分两路，他负责袭击召唤信仰的神父，月神则负责消灭重生的阿米特。奈何阿米特的实力太过强大，单手就阻止了月神的攻击。好在马克成功与月神融合，成功俘虏了高高在上的阿米特。There is so little difference in what we want for this world. Why do this dance for the rest of time? You know the answer. I only punish those who have chosen evil. So do I. Only I don't give them the satisfaction of committing. 在阿米特的诱惑下，月神陷入了无休止的轮回地狱，整个身躯也被阿米特洞穿。此时的马克也被神父制服。就在神父准备终结他们的生命时，身披战袍的莱拉从天而降，利用坚硬的铠甲击退了神父的攻击。原来莱拉在众神之殿中获得了指引，想要再次囚禁阿米特，需要借助凡人之身。莱拉立马明白了自己的使命，他召唤出月神孔苏，请求成为暂时化身，解决眼前的危机。深知投资法则的月神很快把力量转移到莱拉身上，成功击退了罪魁祸首神父。没想到神父竟然利用魔法射向自己人。为了拯救无辜的民众，莱拉立马上前救援，但这也给了神父偷袭的机会。他利用权杖对马克发起了攻击，企图劝说他归属自己的阵营。马克想要发起反击，却被神父的权杖击倒在地，他的意识再次陷入了混乱。当史蒂文再次清醒，只见手中拿着一把沾满鲜血的斧头，神父已经躺在了地上。莱拉立马让他施展咒语囚禁阿米特的灵魂。伴随着仪式的完成，神父从阿米特的操纵中苏醒过来。月神想让马克干掉神父，不仅解决了阿米特可能重生的可能，还一举消灭了他的另一种人格。马克最终没有遵循月神的指示，他放下了毫无抵抗力的神父，而史蒂文也从正常生活中重新醒来。整个故事成功完成闭环，个人感觉应该不会有第二季的故事。